很多朋友心里最纠结的一件事就是，面对水果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伸手，吃吧怕血糖飙上去，不吃吧看到那些鲜亮水灵的果子又实在眼馋。今晚就把这个困扰一次讲透，告诉你糖尿病人在水果面前哪些要管住嘴尽量少碰，哪些可以放宽心安心享用，以及到底怎么吃才算真正安全。先来盘点糖尿病人最应该避开或者严格限制的5种水果。第一种是西瓜。西瓜绝对是夏天最受欢迎的水果，但糖友们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，它的升糖指数高达72，属于典型的高升糖食物。更麻烦的是它的水分含量极高，导致瓜肉里的糖分会以极快的速度通过肠胃被释放吸收，那种感觉几乎就像直接喝下一杯糖水，餐后血糖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急剧冲高。西瓜的甜味主要来自果糖和葡萄糖，这2样都是单糖，不需要身体再费力分解就能直接被吸收入血。对于血糖控制尚不稳定的糖友来说，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，一块冰镇西瓜的诱惑背后可能就是一场血糖的骤升。如果你实在馋这一口，最多就吃小小一片解个馋就好了，最好选在2餐之间吃，同时一定要相应减少下一餐的主食分量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吃过之后如果条件允许，记得监测一下血糖，清楚了解自己的身体到底对它是什么反应。第二种水果是荔枝，它的危险指数可能比西瓜还要高。荔枝不仅是单纯的升糖指数高，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双重风险。第一重风险是果肉里高浓度的果糖和葡萄糖会直接让血糖快速攀升。第二重风险更隐蔽，空腹大量吃荔枝可能引发一种叫做荔枝病的急性低血糖症。原来大量的果糖进入身体会刺激胰岛素过量分泌，而荔枝里含有的一种叫做次甘氨酸 A 的物质又会干扰人体正常的糖分代谢通路，2样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就会导致头晕心慌、出冷汗、浑身乏力这些严重的低血糖症状。那些还没有完全熟透的荔枝，次甘氨酸 A 的含量更高，大约是成熟果的2到3倍。荔枝的甜味非常有欺骗性，对于糖友，特别是本身胰岛素分泌功能就不太好的人，它既能短时间内猛推一把血糖，又是潜在的严重低血糖诱因，完全称得上是一台血糖过山车。每次吃绝对不要超过3到5粒，而且一定要在吃饱饭之后才能吃，千万不要空腹吃。小朋友和老年朋友尤其要特别当心。第3种要留神的是熟透的香蕉。没有完全熟透的香蕉其实含有不少抗性淀粉，消化起来很慢，升糖指数比较低，但是一旦香蕉彻底熟透，表皮变黄，而且出现大量黑色斑点，果肉变得软软糯糯，这时候香蕉里面的淀粉就已经大量转化成了葡萄糖、蔗糖和果糖，升糖指数可以一下子飙升到60以上。糖友应该避开那些表皮布满黑点、手感发软的老黄香蕉。如果想吃香蕉，应该选表皮还是青绿色，或者刚刚开始转黄，摸上去还比较硬挺的。就算选了这种偏生的香蕉，也还是要严格控制分量，半根就差不多了，并且要把它的碳水化合物算进一整天的总量里。第4种需要果断远离的是红枣。新鲜枣子本身糖分就不低，而制成干枣之后，水分大量蒸发，糖分高度浓缩，升糖指数更是大到惊人，可以飙到103这样恐怖的数字。几颗干枣的含糖量可能就赶得上1碗白饭，随便吃上10几颗，吃进去的糖分可能分分钟超过你的想象。枣子是能量密度极高的食物，无论是你直接当零食嚼着吃，还是拿来煲汤煲粥，里面的糖分都会充分溶解在汤水里，让你在不知不觉间就摄入了大量糖分。所以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用来熬汤，糖友们都尽量要避开。至于新鲜枣子，也应该严格限量，一次最多吃几颗解解馋就行了，并且要相应代替一部分主食。第5种是菠萝。菠萝吃起来酸酸甜甜，非常开胃，但它的升糖指数大概在59到66之间，属于中等偏高水平。很多人会被它的酸味误导，以为它糖分不高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菠萝里面含有丰富的菠萝蛋白酶，这种酶能够分解蛋白质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你整顿饭的消化和吸收速度，从而间接让血糖反应来得更快更猛。而且因为它口感酸甜，很容易让人一口接一口吃个不停。如果一次吃的比较多，对血糖的冲击就会相当明显。说完了要少吃的5种水果，接下来就可以安心分享了。这里有5种水果，糖友是可以放心吃的。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升糖指数低，膳食纤维丰富。第1种是各类莓果，草莓、蓝莓、黑莓、覆盆子全都包括在内，它们几乎都是水果当中升糖指数最低的那一档。同时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，能够有效延缓糖分在肠道的吸收速度。
更宝贵的是，这些深色的小浆果富含花青素之类强效的抗氧化剂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它们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对身体控制血糖的能力有实实在在的益处。直接抓一小把当做加餐零食，或者拌进无糖酸奶里，既能增加风味，又让营养翻倍，还可以撒在燕麦片上，做成一份完美的低糖早餐。第二种是车厘子，车厘子的升糖指数只有22，属于极低的级别。研究发现，车厘子里面的花青素不仅能够抗氧化，还可以刺激胰岛细胞，增加胰岛素自身的分泌，从而实实在在地帮助降低血糖。吃的时候注意分清楚，要选新鲜的甜车厘子，而不是那种加工过的酸车厘子。糖友选新鲜甜车厘子就好，一次吃10到15颗左右比较合适。第三种是柚子，柚子的升糖指数大约是25，水分充足，纤维丰富。研究发现它含有的柚皮苷这类活性物质对控制血糖很有好处。一个中等大小的柚子可以分好几次来吃，非常经济。但这里必须画一个重点中的重点，如果你正在服用他汀类降脂药或者降压药、抗排异药物等，千万不要碰柚子，因为柚子会严重干扰这些药物的肝脏代谢，可能造成危险的药物堆积。吃之前请务必先咨询你的医生。第四种是苹果，苹果的升糖指数大约是36，是经典的健康水果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吃苹果请务必连皮一起吃，因为苹果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都集中在果皮上，果皮里的纤维能够大大减慢糖分被吸收的速度。不同品种的苹果升糖指数略有差异，偏酸的青苹果品种通常比甜度高的更适合糖友。第五种是梨，梨和苹果很像，都是升糖指数低高纤维的代表。梨肉里的膳食纤维可以延缓胃排空，增加饱腹感，并且促进肠道健康。在干燥季节，梨还能有效补充水分，缓解咽喉不适。同样建议洗干净连皮一起吃。对于肠胃比较弱的糖友，可以把梨蒸熟了吃，虽然升糖指数会轻微上升一点点，但仍然比很多其他水果安全得多。而且蒸熟的梨有润燥止咳的好处。在清楚了能食和少食的清单之后，接下来这4条饮食法则可以把吃水果的风险降到最低，把健康收益拉到最大。第一条，千万不要空腹，或者在刚吃完饭的时候立刻吃水果。最理想的时间是2餐之间，比如上午10点或者下午3点。这个时间点上一餐的食物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，适量吃一点水果，既可以预防低血糖，又可以避免和正餐的碳水化合物叠加在一起，造成血糖负担过重。第二条，再好的水果都不可以吃过量。每次吃水果的量建议控制在你自己一个拳头大小的体积或者重量，大约80到150克，这样就能确保在享受美味的同时，碳水化合物摄取总量不会超标。第三条，坚持完整的整个水果，坚决不榨汁，这是一条原则性问题。榨汁的过程粗暴地破坏了完整的细胞结构，丢掉了最宝贵的膳食纤维，最后得到的是一杯高度浓缩的糖水。果汁的升糖指数远远高过完整的水果，升糖速度极快，对糖友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。第四条，人与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，最可靠最个人化的方法就是自我血糖监测。当你尝试一种新的水果或者改变食用分量的时候，在吃之前量一次血糖，吃完之后2个小时再量一次血糖。通过前后对比，你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那种水果对你血糖的真实影响，从而制定出专属于你自己对你最安全的水果清单。健康的生活从来不是一场灭绝人性的苦行，也未必非得和美味划清界限，它更需要你运用一些知识和智慧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请记住这几点：科学的饮食管理、规律的运动习惯，再加上一份平和愉快的心情，这些才是稳住血糖真正缺一不可的基石。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对吃水果这件事心里更有底了，记得点个订阅，更多贴近生活的实用技巧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。